维京人为何会让北欧其他国家呢闻之丧胆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这个跟什么？跟蒙古的马很像啊。蒙古人真能够骁勇上战啊，征服当时的欧亚地区呢，最主要是蒙古人的骑术，他的马术啊，加高卡贝亚啊。那维京人修港得力啊，维京人呢一雄厉害，是不是哈？准啊，他的船只航行运行呢，他所做的船非常的厉害啊。在1000多年前的康萨丁纳维亚的半岛呢，生活环境极为残酷，大部分的地区呢气候非常的寒冷啊。以挪威为例，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就只有沿海的狭长地带啊，土地的贫瘠，多沙，农业生产条件非常的落后，各个小国之间为了争夺资源而征战不休，百姓们的生活非常的困苦，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他们不得不向海洋索取更多的资源，所以当时的人们渴望着探险，渴望着贸易，渴望着寻找新的居住地，形成了在经济上必须对抗航海业的依赖性。挪威的考古学家的一对夫妻，在1960年，他们在加拿大的纽芬兰岛发现了维京人在11世纪所遗留下来建立的聚落遗址当中，因此推论了格陵兰岛的维京人是最早从北大西洋漂洋过海定居于北美的北欧人哦。所以最早定居在北美的北欧人就是什么？维京人，他比哥伦布还要早了500年，也解开了居住格陵兰的维京人为什么突然消失的谜团。这项考古的发现，使得加拿大的其中一个这个遗址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来到这边呢，在大丁前的维京船，100多年前的农庄夫人发现了一座的坟墓推测这个坟墓里面埋着一个船。1903年的大学古物研究教授应邀到了 Osberg 的这个农庄访问发现了维京时代一艘丧葬使用的船，经过3个月的挖掘与其他文物出土，往后重建的工作费时了20多年。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就是当时在维京船上面的船首啦、桨柄啊等等都是出土的文物这些维京船建造于802年的挪威西部，船上埋葬了2位妇人，都是地方显赫级的人物，都是后来挖掘出来的大约70岁跟50岁，他们呢任何的情况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呢，挖掘出来的包括华丽的挂毯衣物啦、鞋袜啦等等证明了当时是割据一方的，都是领导级的人物也让我们揭开了维京船博物馆特别的面目——维京小海盗。挪威首都奥斯陆的维基兰雕塑公园，每年100万以上的参观者专门造访这一座独特的艺术公园。占地面积将近40公顷的公园，露天方式展示的200件挪威最伟大雕塑家卡斯塔维吉兰的青铜以及花岗石的雕像这个公园我觉得还不错在这里面一进来就可以看得到维吉兰的雕像公园展示的每一座的作品都是维吉兰先生倾心全心全力努力去完成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以人生为主题。你很认真的来说很少有一个公园一个雕塑家专门以他的雕塑作品可以形成一个主题的公园维吉兰雕塑公园，我说很少有一个雕塑公园以这个人生为一个主题的雕塑方式那包括生命之桥、生命之泉、生命之柱、生命之环等等大部分以人的一生作为一个探讨这真像北欧的人一样探讨了比较深层的那一面那在这里面呢，包括我们刚刚经过的铜像桥
这个铜像桥当中呢，有58尊的男女、女人及婴儿的铜像啊，然后象征了人们的现在这个就是铜像桥哈，人生长的过程，各行各业啊。那这铜像桥呢，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包括小孩子哭泣的脸呐哈，那挣扎的脸孔，用的这个青铜可以所雕塑出来的面部的狰狞的表情、哭闹的表情啊，栩栩如生啊。因为这比用画画，在这种硬式的，不管是石头啊、青铜上面，要展现出来他的那个表情呢，硬式的比画画还要能展现出来啊。所以这也就是他生气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传神啊。在这里面，大致上裸体展现着人，这个赤裸裸，没有太多的束缚，包含了这个人体艺术的美啊，那都是在讲述的家庭的人生。有没有看到这儿啊？这就是生命之柱啊！生命之柱也是在维吉兰公园当中最醒目的一座雕刻哈。这上面呢雕刻了非常多的人体啊哈，也是它的地标啊，众所瞩目的息息相关的一代传着一代哈。那象征了人们呢一代传着一代，相互关怀、互相合作哈。在这里大多是呢意识形态哈，生命之柱高达17公尺哈，有120多个裸体的男女，纠缠在白色的花岗岩石柱上，整个造型配上其他的雕像与左右两旁的建筑，非常非常的壮观哈，大胆开放的造型呢，曾经引起了卫道人士极大的反弹，但如今却变成了维吉兰雕塑公园最特殊、最受欢迎的雕塑之一哈。你看看这个哈，妈妈，这你用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妈妈被奴役着，其实不是哈，而是呢，乐于呢，当小孩子的这个被小孩子奴隶着哈。你要看哈，爸爸，你说一个这么。常常我们看到的父亲呢是这么的雄壮威武啊，何以愿意当马啊，被小朋友当马骑啊，对不对啊？那唯有他的儿女们，谁愿意这么做？所以我常讲天下父母亲都是一样为了自己的儿女呢，愿意为他们做牛做马，对不对啊？等到呢小孩子把他抚养长大之后呢，这些小孩子又孕育了下一代，但是呢。往往你去孕育你的下一代的时候，愿意为你的下一代做牛做马，却不愿意为你的上一代曾经为你做牛做马的父母亲们，当你长大之后，你愿意再为他们做牛做马吗？很多人都忘记了，他们也是曾经帮你做牛做马的。你愿意帮你的下一代做牛做马，却忘记曾经为你做牛做马的爸爸妈妈们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不公平哈。听你家里的好声，查某囡仔你也要懂得去疼惜你自己的父母亲这是维吉兰的雕塑公园。这个雕塑公园展现的是人生，展现的是家庭，展现的是亲情，让人有不同的思考方向。奥斯陆的市政厅有奥斯陆的艺术殿堂之称，它的外观其实注意看双塔砖红色的办公大楼那这里面的殿堂呢，却是满满关于神话的壁画外观看起来不怎么样，里面却是壁画那最重要的是，市政厅厅堂是每一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举行地方。诺贝尔奖一般都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证，唯独的诺贝尔和平奖是依照诺贝尔先生生前的遗嘱所指定，特地选在
挪威的奥斯陆颁发。而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一些画，它也是特别制作的画，是用了这一些木头沉浸制作。经过多层次的这个浸泡，再把画作沉浸在上面画在上面，所以外面的木雕画作呢也有不一样的。有没有看到在国外最让人呢觉得震撼的，其实我常觉得是钟国外的钟常常呢在敲起来的时候呢，特别令人觉得有一种心灵很安慰的感觉。而且国外的钟呢，通常制作的非常精细那诺贝尔奖每一年的11月会公布，并在12月10号诺贝尔先生逝世的当天举办的典礼，就在这一座大厅那这一座大厅呢，得奖人会从上面呢怎么样走下来走那个楼梯下来那大厅就是举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地方，挑高了天花板的设计，让这个大厅更显得隆重。市政厅的外观简实简约华丽的内部。满满的画工细致、色彩饱和的这些壁画，这是绝对是你在很多市政厅看到绝对是最不一样的市政厅这里有个和平钟，这里画的有关于都是挪威的历史、挪威的神话。那旁边的那个楼梯，也就是得奖者从那个楼梯这样子走下来除了这个四面的大型壁画之外呢，其他的壁面呢都以几何的图层整体的来讲，让人家觉得色彩画面很饱和，但又不复杂。有没有看到？现在看到有一些是什么？几何图形，对吧？其他的都是壁画不会有压迫感的美感，待在里头很舒适，好像一个艺术馆一样所有厅堂内的作品都出自于10多位艺术家之手共同绘画的成果。走上去的这一条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得奖者就是从这一条走下来，接受的这个欢呼前面这个呢，也就是和平钟和平钟我看到了除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外，这个大厅呢也会举办许多大型正式的晚宴跟它的典礼，都在这儿来，市政厅那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办公地方一个庄重的隆重典雅又丰富人文艺术的艺术殿堂在这个地方环境生活工作，也怪不得北欧人总是散发一股温文儒雅、不疾不徐的优雅气质长楼梯上来之后，也就是议员们开会的地方你看，连开会的地方都这么都这么有艺术感这就是他走上来2楼的地方这里包括了会议厅、宴会厅、办公厅及长廊基本上这里不用有太过严肃的讲解，不用有太过沉闷的，只是让你知道一个死气沉沉的议会，它也可以弄得这么具有艺术感，这么具有参观价值。这就是我们常讲北欧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那我们现在经过了这一些也可以看得到在每一个厅堂里面看得到不一样的这个画作那这些画作呢，还从这边呢可以看得到这里可以看得到一排红色的布帘，刚刚所待的这个长厅长厅看出去的景色呢，也就是它的港口奥斯陆的港口非常的美丽那再走下去，也就是宴会厅非常非常的棒整体挪威奥斯陆市政厅带来的氛围呢，真的我觉得呢，整体的氛围都非常的好，让你感受不到这里是宴会厅，让你感受不到这里是市政厅，好像是一个艺术博物馆一样感觉连开会的这个素质呢都高了很多来，我们又走到外面来了我们的挪威奥斯陆挪威奥斯陆。里哈莫尔冬运滑雪跳台这个地方对台湾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台湾不能说所以当这个所在较特殊的就是讲滑雪也可以跳远的。里哈莫尔
它就拥有这个特性了。可以跳多远呢？哇，你知道吗？真非常远哦。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在挪威前往瑞典的路上，我们就会来到这个里哈莫尔的冬运滑雪跳台。我们来到这个冬运滑雪跳台呢，来去看看安娜跳，然后跳雪啊，跳远不是跳雪，跳远是怎么跳啊？跳雪很好跳，跨一步就跳过去了啊。然后当然最可惜的是冬天，才有雪嘛。你说夏天有没有人呢？夏天其实也有人哦，别小看了，夏天也有人了。只是夏天的人呢是怎么样呢？夏天他们的选手呢去那边呢是 training， 就是训练啊，去在那边训练的。1994年的冬季奥运滑雪跳台啊，在这边呢，很多的选手其实在夏天呢，他还是得来这边训练嘛。你说只有冬天才能够滑，有雪才能够滑，那普通时候该怎么办？他还是得来训练啊，对不对啊？1994年的冬季奥运滑雪高跳台，所谓奥林匹克的公园，这个当天的比赛活动拢在当家哈。1994年呢是挪威第2岛主办当天奥运，1952年52年啊，第1岛主办的当天的奥运是在首都奥斯陆来举办。举办当天的奥运呢，项目拢无共样啊，这个是游泳无可能啊，对吧？这游泳是热天的所在，对不对？所以真侪物件，踢骹球这规身躯拢电酷酷啦。拿球比赛这种无可能，射箭、弓箭拢点起啊！所以呢，在冬天的奥运有越野滑雪、跳跃滑雪、自由式滑雪等等的，冰上的曲棍球非常多，所以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在这，我们就安排进来看看奥林匹克公园的高跳台啊，秋季末这里就开始下雪了哈。那普通时候会看到很多人在这边 training， 然后他们会在这个草坪上面铺上一层保护的草啊。但是别小看里哈莫，哇，前面呢，哇，里哈莫这个城市也是很漂亮的哦。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坐个缆车坐到上面去啊。我们今天可惜啊，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呢，缆车维修没有办法上去啊。不然呢，其实坐上来也可以看得到里哈莫尔赫曼高兰山跳台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到非常美的峡湾景观哦。有没有沿路上经过，除了峡湾之外，还看得到非常多的森林。挪威的森林呢是非常有名的它的自然生态、它的林木、它的经济它生活水平的高。挪威最大的产业很多人不知道，挪威其实自然资源十分的丰富，它最大的在石油，所以挪威其实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究环保的先进国家，但其实它也被很多的人、很多的国家批判，它其实呢并不环保。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在钻探石油上面呢违反挪威的环保政策，他们在开采北极油田呢。挪威他们对自己本土里面的生态保护得很好。你看看现在这在做什么？采林木那这个采林木为什么会有前导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怎么样？你刚刚看到了因为呢，他把路封起来，他们林木业这一区呢是可以栽种的，你可以在这一区挖掘林木，然后呢，他们把这一段封起来之后呢，就变成单线道，就由这个林木公司呢派遣车子来，把这个车子呢引导到对方去，然后这边走过去之后，再由对方的车子再引导过来，引导车还是半路所以你看这个瓦搞钢的鹤而这一些林木他们是怎么采取呢？他们限定这得也在为这一块呢可以采取，他们就把它挖掘出来。挖掘出来之后呢，他们把这些木材送到工厂去。你要盖的家是专门为了你的家生产制造出符合你家的这个房子的形状所以不会浪费什么，不会浪费任何一块木头
然后呢，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他挖掘过后的那一块林地呢，他挖完木头之后，他就再种回去，再种新的幼苗回去，这个叫做什么？永生再续能源，很了不起吧？这一块木头撤了来了，马上个种在等里，而且每一根木头是算计好的才拿去盖房子哈。所以呢，挪威他们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呢，经济还是要靠石油，最大的石油哈，他们自己有石油的那个产能哦。所以现在挪威也是被很多的自己环保公民的团体呢抗争的哈。